承接上星期影片嘅主題，講到綠色債券嘅投資部署。今日啦就想同大家去分享一啲類近嘅投資啊，希望俾到一啲值得考慮嘅投資選擇俾大家參考。不過就因為見到上一條片有部分人對於綠債嘅運作啦，仲未太過清晰，咁所以等我好快再同大家去到解釋下先。綠債的確係一個非常穩陣嘅投資，除非香港政府違約啦，投資者只要持有債券至到到期日，就可以拎翻個本金同埋賺到中間嘅利息噶啦。簡單一個例子，假設你係抽中咗5手嘅綠債，即係用咗5萬蚊去到投資，咁即使依家綠債嘅價格係低過100蚊，投資者持有綠債至到到期日，即係3年嘅時間，就可以收翻5萬蚊嘅本金。同埋每半年可以拎到最少5萬蚊乘2.5%除翻2，即係625蚊嘅利息。即係3年之後，總共係可以賺到3750蚊嘅利息，同埋收翻5萬蚊嘅本金。咁當然，如果你係急住要錢，綠債啦都可以好似股票咁樣係隨時賣出嘅。不過賣出嘅價格啦，就有機會係低過你嘅買入價啦。咁希望呢一個例子都可以令大家更加明白綠債嘅遊戲規則。不過就因為綠債嘅回報啦都比較低，尤其係對於一啲進取啲嘅投資者嚟講啦，就未必適合。咁所以今日啦就想同大家去分享下其他可以考慮嘅投資選擇嘅。Hello， 大家好，我係 Graham， 歡迎你嚟到我嘅 YouTube Channel。如果想了解更多關於個人理財同埋投資嘅知識，歡迎大家去 subscribe。咁第一個可以考慮嘅投資啦，就係房地產信託基金。咁簡單嚟講啦，房託 REITs 啦就係將房地產證券化。咁就因為買物業啦係需要好多資金，房託啦就可以大幅降低投資房地產嘅門檻啊。咁令到投資者啦只需要係幾千蚊就可以參與嘅啦。不過大部分房託所持有嘅物業都唔係住宅，反而係投資喺一啲商場、辦公室、停車場、酒店，甚至係一啲數據中心同埋物流倉庫等等。咁雖然可能同大家想象中投資嘅房地產就有啲唔同，不過咧個概念都係大同小異嘅。咁主要現金流啦都係嚟自租金同埋管理費嘅收入。咁所以只要租客係準時交租，房託嘅經營模式啦都係非常之穩定。目前香港上市嘅房託啦，總共係有11隻㗎。投資者可以視乎想投資邊個地區同埋投資乜嘢類型嘅物業去到選擇。不過喺咁多隻入邊，我一直啦都有同大家去分享我最中意嘅房託，就係隻823領展啦。咁領展啦係香港上市最大嘅房託嚟嘅，咁喺香港啦係擁有接近130個物業。而大部分持有嘅物業都係以民生嘅商場為主嘅。近年嚟領展啦，其實都有積極去到擴充自己嘅業務，喺唔同嘅國家都有收購唔少嘅物業。就例如喺上年年尾啦，就收購咗澳洲悉尼嘅地標零售物業，同埋長江三角洲嘅物流倉庫等等嘅。咁都可以見到領展嘅房地產組合啦，近年嚟已經係變得越來越多樣化㗎啦。咁就令到公司投資香港嘅集中性風險係大大減低。而隨住疫情嘅改善，預料領展旗下嘅商場同辦公室嘅出租率同埋租金啦都可以係改善嘅。咁相信領展嘅股價啦，亦會係有進一步上升嘅空間。咁領展目前嘅股息率啦係派緊超過4厘嘅。而睇翻領展嘅派息記錄，咁啊領展過去大約15年嘅派息啦，每年都有穩定嘅升幅。咁反映住公司嘅現金流同埋業務嘅穩定性都係非常之高㗎。而至於股價方面，雖然早前疫情嘅影響，再加上股市比較波動嘅情況底下，都令到佢嘅股價啦係受壓。不過如果我哋睇長線少少，過去5年啦都錄得大約15% 嘅升幅嘅。好，咁嚟到第二個可以考慮嘅投資啦，就係一啲嘅公用股。咁因為公用股嘅業務啦，都係同民生相關，都係一啲日常嘅必需品。咁所以就算經濟差都好，人人都要係用水用電嘅。咁所以公用股普遍啦，都冇咁受呢個經濟週期影響嘅。咁無論係佢嘅業務啦，同埋股價嘅表現，都係相對穩定嘅。
另外，大部分嘅公用股都係壟斷經營，行業啦係冇太大嘅競爭，亦都係公用股嘅其中主要嘅優勢之一。不過公用股一般都係大藍籌啊，發展嘅空間有限，而且公司嘅盈利好多時都係受政府法例限制嘅。所以大部分投資者只會買公用股作為收息為主嘅啫。咁我都列咗一啲比較大隻嘅香港上市公用股俾大家參考。咁當中主要包括係一啲水電煤公司啦，一啲交通運輸嘅公司，同埋電信業務嘅公司。咁投資者可以因應翻想投資嘅公共業務去到選擇投資喺邊一隻嘅股票身上。不過喺電力嘅行業啦，我嘅首選咧會係隻2號仔中電控股。中電現時嘅股息率啦，大約係4厘㗎。股價過去1年啦都尚算穩定嘅。再加上中電近年嚟都積極拓展中國內地同埋印度嘅市場，喺再生能源嘅業務亦有進一步發展嘅潛力，所以都係大家值得考慮同埋留意嘅收息電力公司。至於電信行業嘅公司，經營 ViuTV 免費電視頻道嘅8號電訊盈科、1310香港寬頻同埋6823香港電訊都係值得考慮嘅選擇。電訊相關嘅股票近年嚟都係好受投資者關注，當中主要嘅原因啦係因為3隻股票嘅股息率都係非常之高，介乎係派緊6.5厘至到8厘左右嘅。而無論股價1年同埋5年嘅回報都可以見到，尤其係市況咁波動嘅情況底下，回報啦都係大幅跑贏大市嘅。當中想特別去到講下隻1310香港寬頻，因為股價最近都抽咗上嚟嘅，原因係因為有消息傳話有一啲嘅私募基金係有興趣收購香港寬頻。不過依家只係一個初步考慮嘅階段嘅啫，未知最終會唔會係提出收購嘅決定。就因為股價喺短期內就升咗好多啦，而進一步收購嘅消息都會好影響到股票嘅表現。所以如果唔想承受咁大波幅嘅投資者，喺呢段時間就可以選擇其他嘅電訊股票作為收息嘅選擇。雖然頭先提到嘅房託同埋公用股都係防守性比較高嘅收息股，不過綠色債券係接近零風險嘅投資，所以最終都要係視乎翻投資者嘅風險承受能力同埋投資嘅目標去到決定適合自己嘅投資。希望今日嘅影片都幫到大家啦。最後，如果大家係有興趣知道我嘅私人投資組合同埋我最新嘅投資部署，都歡迎大家去 join 我嘅 Patreon 去攞更加多獨家嘅資訊。詳細嘅資料可以去翻下邊嘅 description 參考。多謝大家收睇啊！希望大家係可以 like 我條片啦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 follow 我嘅 IG 同埋 Facebook account。好，今集時間差唔多啦，下集繼續和你賺。